你都用 ChatGPT 来做什么呢？图像生成、资料整理没了吗？今天我们要来分享10个 ChatGPT 的使用技巧，都非常的实用哦。我们往下来看吧 ，Go！嗨，大家好，我是阿汤。ChatGPT 的功能呢越来越多了，那大家呢越来越依赖 AI 的运用。但是呢，我其实发现了，还蛮多人，不论是使用免费的 ChatGPT， 或者是呢购买了 ChatGPT 的 Plus 的付费版本，但是呢使用呢还是只有2个功能，一个呢就是图像的生成，一个呢就是资料的整理或是分析。没了，也太浪费了吧！你不知道 AI 可以做的功能还有很多吗？今天我们要带大家来分享10个我觉得 ChatGPT 很好用的功能，而且都是非常实用的哦。往下走吧。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记忆功能，这个记忆功能呢，我觉得是目前很实用的一个功能。预设呢都会是开启了，所以你不用做任何动作。而且你应该最近呢在跟 ChatGPT 聊天，都会发现有时候都会出现像这样的字眼，就是已更新储存的记忆。这个功能主要是做什么呢？简单一点呢，就像这样子，你可以告诉 ChatGPT 呢，记住你叫什么名字，喜欢它用什么方式回复你，那它就帮你记忆下来之后，接下来你所有的聊天都会按照这个方式，然后来跟你做回复。那如果复杂一点的说法呢，比如说像是你今天如果要求它产生什么样的内容，做完之后，你会要求它做些什么内容，然后反复个几次之后，它就会发现呢，其实你每次都需要做的是2、3、4，但是你每次都从1开始，可能某一次当它完成储存记忆之后呢，它就会知道你每次基本上都是想要完成1、2、3、4，往后如果你再提出一样的需求的时候，它会自动帮你做出1、2、3、4，或者是呢做完1之后会直接问你说要不要顺便帮你做2、3、4的项目，这时候你其实就只要回答4就可以了，就不需要每次呢都反复的下那么多指令，或者是用一堆复杂的 prompt。这个呢储存的记忆的功能，简单的说呢，会去记录你的使用习惯，帮你呢更有效率的去处理你的问题，你就不需要每次都要把1、2、3、4分开来再讲一次。好，再来第2个功能就是有关于专案整理。专案这个功能呢，是目前只有 Plus 版本，也就是要付费订阅的人呢才能使用的功能。如果你是免费的 ChatGPT 账户呢，左边这边只会有你所有的聊天记录，但是如果你是付费的话呢，这边是可以整理出专案，也就像这样资料夹整理，你就可以分门别列整理你的聊天记录。但除此之外呢，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在每个专案点击之后，会出现像这样的画面，右边这边会有一个所谓的指令的功能。指令呢，就是可以制定在这个专案里面，你可以固定有些指令让它做些什么，或者是呢有些 prompt 呢直接写在这个里面。接下来呢，你就不需要每次都下这个 prompt， 它就可以自动帮你完成这些指令的动作。比如像这个呢，我是用来产生影片的内容，包括标题、资讯栏，然后资讯栏内容里面要有摘要啊，然后这些固定的内容，还有时间章节跟 hashtag。那我这个需求呢，就是当我丢上字幕的文字档的时候，它就去帮我产生这些内容，并且最后会生成一张封面。那以往呢，我就每次聊天我就要下这个指令，告诉他我要做哪些内容啊，产生出什么，其实蛮累的。所以呢，像有这种专案管理啊，我只要把这些固定的指令呢放在这个里面，接下来我只要上传文字档就可以了。比如像这样子，我只要把文字档上传，然后送出，我不需要讲任何的 prompt， 然后它这边就会自动按照我提出的指令帮我生成所有需要的内容出来。然后最后你会看到它这边还会有一个生成我的封面图，主角呢是我的 Q 版人物。那这个 Q 版人物是哪里来的呢？这就是我们刚刚第一个提到的功能，储存记忆。我已经有在别的对话框里面呢生成一张我的 Q 版人物，叫 ChatGPT 记下来之后，告诉他只要提到 Q 版人物的话，就是用这个风格，所以它就是直接按照我之前已经做好的 Q 版人物，然后就可以直接来生成这个封面主角图片。所以呢，之后只要你有一些常态性反复要做的东西，你就可以利用专案的这个指令功能，或者是呢，如果你有针对哪些内容需要反复的去提问以及互动的话，比如说论文或者是会议记录，你就可以把会议记录的内容呢新增档案到这里来，你可以上传相关资讯的档案到这里之后，然后接下来你所有的聊天，或者是你可以在这边下 prompt， 就是你的聊天互动呢都可以针对提供的档案来回复就好。这样呢，你就可以比较快速的去整理你的需求，或者是呢复习你的学习笔记，都是非常好用
用的。再来第3个就是利用 ChatGPT 来学习语言，这个功能呢，我相信已经有蛮多人在使用了，特别是 ChatGPT 推出语音聊天功能之后，应该蛮多人都是用它来学习语言，作为1对1的这个练习的对象。比如说像我自己的 ChatGPT 呢，左上角会看到一个 Language Teacher， 那这个点击进来呢，我就可以直接呢跟他讲我要学什么语言，然后呢像电脑版或是 App 这边都可以直接使用语音模式来聊天。那你自己呢个人的话呢，如果想要创建一个新聊天，直接从这边开始用语音聊天，每次跟他讲说呢你想要学习语言，你现在是一个什么什么老师也是可以的，或者是呢如果你想要更简单一点，就是你不需要每次都告诉他需求，或者是每次要看你的进度在哪里的话，我们可以利用刚刚的专案的功能，比如说我开启一个语言学习，我这边指令呢是下说你是一个亲切有耐心语速不会太快的专业英文老师，然后这边是讲说教导一个英文初学者，它会自动按照进度自动安排好每次启动对话这个课程内容，自动修正你的语法之类的，然后你就可以把这些 prompt 呢都下在这里。接下来你只要开启对话之后，你就可以直接学习语言，不需要再重复的去讲你的需求。那这个学习语言的方式呢，在专案里面就是有一个小缺点，比如说我在电脑的网页版上面点击聊天视窗，这里呢没办法启用即时的语音聊天，这比较小可惜一点。但是专案的这个聊天视窗，如果是在 App 里面呢，是可以启用即时聊天的。所以呢，如果你是想要用专案来管理你的语言学习的话呢，就是直接使用手机上的 App 来启动，就可以使用语音聊天。或者是呢，当你在上班的时候，你可能想要偷懒一下，稍微看一下英文，学习一下英文，你可以用文字聊天的方式。那像上次学习到这里，你可以就这样讲说继续，他就会直接按照上次的进度，然后继续来跟你教英文，要学什么东西，有没有？你就不需要告诉他你想要学什么，他会自动按照你的程度呢，帮你来设定你要学习的这个内容。那这些内容你随时都可以在制定指令里面呢再去修改啊，你已经变成怎么样的程度的人，然后他就会按照你的程度再帮你调整你的学习的内容。好 App 这边呢，我们也来开给大家听一下，一样按下语音聊天，继续学习。你真的很有学习的热情。那我们接下来练习几个你可以自由组合的句子，像是 I like 这是名词， Open quote I like dogs I like those Nice 你说的 I like those 是对的句子，意思是我喜欢那些，但我想确认一下你的意思。好，你看大概就是这样子，他就是每次你只要跟他讲继续，他就会直接启动学习，你不需要再去找上次的进度是什么，它就会直接按照新的就会开始。或是你可以在指令呢，你可以跟他讲说，我每次启动的时候，我想要复习上一次的内容之后再继续新的也是可以的。或者是比如说有些人喜欢做一点小测试，你跟他讲说，我在每次启动的时候先对我做一些小测验，然后再开始新的学习。你就用专案管理呢，可以来掌握你自己学习这个进度或者是方式，会比起呢直接启动聊天来学习语言更好哦。接下来第4个功能我想要分享的是有关于图片生成的部分。前阵子呢 GPT-4 因为很强大，所以很多人都到 ChatGPT 来生成图片，制作赖贴图等等。但是呢很多人到现在还是只有用来建立图像，或者是呢发现建立出来的内容可能不符合你的需要的时候，大家都只是反复的重新下指令再去生成新的内容。但其实呢 ChatGPT 的图像呢，你只要点击之后，在右上角这边就有一个选取的功能，你就可以直接去选取你要修改的部分就好。比如说我可以把这边涂起来，涂完之后你只要告诉他圈选的内容想要改成怎么样就好。像是我把选取的地方呢改成蓝色的衣服，接下来它就只会针对你选取起来的地方然后去调整跟修改。你可以看到它针对衣服的部分呢就换成了蓝色的衣服，那你就不需要呢整张图片重新下这个 prompt 的。用这样的方式呢比较能精准的获得你想要的图片，就不用每次呢重新下 prompt 的时候呢很常会出现的就是整张图不如你预期的修改。所以呢下次记得可以用这种局部修改的方式来调整你要的图片就好咯。接下来第5个我要介绍的呢是 ChatGPT 里面的另外一个叫做 Sora 这个功能。这个功能呢目前是付费的方案，也就是 Plus 以上的方案才能使用的。你这个点击这个 Sora 之后呢会到这个页面来。这个功能是什么呢？主要就可以生成图片还有影片，那它是一个独立出来的功能。那如果你想要生成图片，在这边有个 Images， 这边可以参考别人生成的内容，参考完之后你觉得哪一个还不错，想要拿来修改后再使用，你可以点击这个图片，这边呢就有一个 prompt 可以参考，那就可以复制来用，
或者像影片浏览这边呢，也是点击影片之后，你可以来这边点击看一下影片，这边呢就有相关的 prompt 可以去看一下。然后像这个是韩国人生成的吧，因为他用的 prompt 呢都是韩文。那给大家看一下方案的差异，如果你是 Plus 版本呢，就是像这样子，可以生成影像或是图片，最高呢是 720p 的解析度，然后最长是10秒的这个影片。那如果你是用 Pro 的版本呢，可以生成 Full HD 的解析度，然后最长是20秒的影片。再来我们就试给大家看一下，不论你是想要用文字生成影像，或是用图片生成影像都是可以的。那你可以在下面这边选择你要生成的是图片或是影像，然后这边是影像的比例，你要生成的解析度，像我呢是 Plus 版本，我最高就是选 720p， 然后生成的影像长度，然后一次呢要生成几个影片，像我就一次一个就可以了。这边有一些 preset 可以去选择，那你可以按照你的需求去选一下相关的内容。比如说我们来试一下图片生成影片啊，走路走一走变成超人飞走，我们来试试看这个简单的。上传之后呢，它就会加入这个排程，那我们可以等一下再来看，或者是如果要看进度的话，左边这边呢点 My Media， 这边呢就会看到它在生成的这个进度，好，我们就可以等一下再来看。好，生成速度还算蛮快的，大概花了1到2分钟它就完成了。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效果。我直接变成像中邪似的飞走，但是它算是有达成啊，就是变成超人。他好像有想把我穿上什么超人装，但是有点失败，这个披风啦。我觉得主要是因为这张照片呢比较难呈现要的那个感觉，但是大原则上是有达成这个 prompt 的。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另外一个生成的内容，还有 73%。另外一个影片呢，我是用文字要生成影片，大概是这样子，它是夜景城市摩托车的近处的 prompt， 大概生成起来的感觉会怎么样呢？我们再等一下来看看。我生成出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影片结果。其实还算不错，但是呢，这个场景有点太单调了一点，所以呢，像这种你就可以 prompt 呢再把它下仔细一点，不然呢，你其实像看别人生成的，像这个都是网友生成的内容，有些可能是文字生成，有些可能是透过图片生成，其实都还不错。基本上它目前呢 Plus 的人呢，它也没有特别限制你的影片数量要多少，唯一限制就是 720p 的这个解析度，所以大家如果有 ChatGPT 的 Plus 的账号的话呢，也可以到左上角这个 Sora 里面来生成影像看看，其实也蛮好玩的哦。接下来第6个想要分享的呢，就是在搜寻框这边呢有一个深入研究的功能。这个功能呢，其实对于行销人员、企划专员，或者是你对于论文需要研究的人来说，是一个很实用的功能。付费的 Plus 版本呢，1个月有25次可以使用；如果你是免费的话，1个月也有5次可以使用。所以呢，我觉得像行销专员1个月花个600多块，然后来买 Plus 版本使用这个，应该是蛮划算的吧？那这个要怎么用呢？比如说我们今天想要做一下扫地机的市场调查，我们这时候呢，如果是直接输入这样子，原则上它只会做初步的搜寻，或者是呢直接用大数据的内容来提供你相关的资料。但是如果你是点击深入研究的话呢，会比较详细，而且会进行深度的搜寻之后，再告诉你这些答案。我们来送出给大家看看。好，这时候呢，我先问你一下，你可能想要比较哪里啊？好，我们可以讲一下，想要台湾，然后可以多参考一些平台。好，接下来就会开始研究了。这个研究呢，其实蛮耗时间的，大概可能需要几分钟的时间，它才会呢完整的提供这个资料出来。好，这个呢就是透过深度研究所生成出来的资料，你可以看到了从16个资料来源，然后经有115次的搜寻之后，得出这些所有的结果。从市场定位、热度比较，然后最后呢有像是行销手法、价格分布，还有像综合评估等等，这些呢都是比较详细的内容，而且是经有很多资料收集而来，把它整理出来的结论，会比起呢直接用一般搜寻呢来得更好一些。所以呢，像是有些行销人员啊、企划人员，如果你在研究市场的一些分析，或者是你想要做论文，有想要更深度的了解的话，记得可以打开这个深入研究的功能，会获得更详细的资料以及更准确的资料哦。接下来我们第7个呢要分享的就是有关于资料分析的部分。大部分人现在用到呢都是有关于资料整理。资料整理是什么呢？可能有大量的会议资料啦、文件啦，那你就可以请 ChatGPT 呢帮你把它整理成重点摘要。那我们讲的资料分析呢是比较偏向于数据分析，或者是呢这份资料里面的内容，可以把里面的数据呢整理成相关的图表，或是提供给你建议。比如说我今天的范例是我4、5月的记账的内容，我们可以把它存成 Excel 档案之后，然后把它上传到 ChatGPT 来，然后直接问他说，比如说这是我4到5月
月记账档案，那请分析一下哪一类支出最多，哪一天最花钱，然后整理出3点省钱的建议，我们可以把它送出，然后就开始去分析你的相关资料。好，这边呢它一共给我了2边的回复，然后有一边比较快出了，我们来看一下。好，这边有写到目前总花费最多的支出的前3名的类别啊，然后单日花费最高啊，然后这边有一些3点省钱的建议，他想要餐饮占最大宗之类的，就可以用这样方式去做财务分析。那如果假设你今天是公司的会计，那有一些资料想要做分析的话呢，你也可以把财务报表整份把它丢上来，然后用互动式的方式来询问，或者是直接叫他提供给你这份财务报表你需要的一些资料以及整理的内容，甚至想要帮你计算出4月或5月哪一个项目的数据啊，都是可以做到的哦。所以呢，如果你的行业是跟数字有关系的，其实用 ChatGPT 来做也可以节省很多时间哦。再来第8个是网页搜寻的功能，比如说我们可以叫它帮我们比较手机。如果你今天是想要买某一款旗舰手机，但是你不知道怎么选择，你可以把你心目中的那几款旗舰手机全部列上来，然后叫它去比较相机、电池、效能还有价钱差异，然后给出一些选购的建议。这时候呢，送出之前记得把这个搜寻点击一下变成蓝色，这样它就有即时搜寻的功能，会到网络上去搜寻你想要的这个结果。当然像这样的比较你也可以使用深入研究也没有问题，但是这个会很耗时间。如果你只是像一般这样的比较的话，建议可以直接用搜寻功能就好。它会按照网络搜寻结果之后去产生每一只手机的这个基本规格、优势跟劣势，然后你就可以按照这样的需求去找出你可能想要购买的这个手机。这个呢是网络搜寻的功能，其实我觉得这个蛮实用的。大家在找资料的时候不一定都是直接输入内容，因为透过网络搜寻来的内容大部分呢都有正确性以及准确性，比较不会呢是直接去使用 ChatGPT 原本的资料库。像它原本资料库是大数据收集来的，很常会有所谓的 AI 幻觉，就是很容易有内容是错误的。就像人家讲的，就是 AI 很常会一本正经的讲干话啦。所以呢，你在找资料的时候，如果有这种确定的型号内容的话，你可以直接点击这个搜寻进去，这样资料来源会比较准确一点哦。而且呢，你看所有搜寻出来的内容，这边后面呢都有资料来源的连结，可以直接点击去查看，这样是比较好的哦。接下来第9个我们要介绍呢，就是有关于 ChatGPT 延续性的工作功能。大部分人呢在使用 ChatGPT 的时候呢，比较不会去惯用同一个视窗做同一系列的事情，很常一打开来就是去打开新的聊天视窗。但其实你可以在同一个聊天视窗里面呢，很好的去延续你之前的工作或者是内容。比如说你今天想要透过 ChatGPT 来衍生一系列的这个故事，那你可能会希望这个故事比较延续性一点，那不会中断或者是断断续续的。甚至呢你自己有一些想法，也可以透过聊天的方式来不断的延续下去。比如说我们今天先产生一个基本的，像是设定一个主角，然后请他先写出第1章的内容。好，接下来呢，你如果是再去开其他新的对话，再写第2章内容的话，你就要重新告诉他你之前写了什么，然后让他去延续。但是如果你是在同一个聊天视窗里面呢，要延续第2章的内容会比较简单一点。比如说第2章内容呢，我们可以简单一点说，第2章延续第1章的剧情，然后加入新角色梳理作为对手角色，好，把它送出。它就会直接承接第1章的内容，然后来做这个延续性。其实像我们之前在制作这个奈的贴图的时候也是一样的道理，它可以帮你去延续上面做了这个风格或者是文字的内容，然后继续帮你产生新的内容出来。那这个呢也是在 ChatGPT 里面的我觉得蛮实用的一个功能，因为其实目前还有很多 AI 即便你在同一个聊天视窗里面，你很难去延续图片或者是文字的内容，很长呢你一往下长了一点之后，它就开始出现奇怪的内容。但是在 ChatGPT 里面呢，我自己测试下来，如果你要延续内容的话，其实蛮简单的，而且呢我觉得产生也是算蛮稳定的。最后一个呢我想要来分享呢，就是在左侧这边有一个探索 GPT 的功能，这个呢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为是 ChatGPT 的第3方的工具。其实是有很多服务啊或是个人他们创建了一些 ChatGPT 的工具之后，可以在这边去选择来使用，也有一些呢是 ChatGPT 本身制作出来的内容，那你可以直接去使用这些工具。除此之外呢，我想要分享的是你也可以建立你自己的 GPT 工具。要怎么建立呢？在右上角这里我们可以先点击建立来看看。好，这边呢会有分成建立、配置，然后这边会有个预览。这要怎么去使用呢？这个配置你可以手动去编写，这个没有问题。但如果你不太知道怎么做，你可以简单一点，在 ChatGPT 左边这边用聊天的方式来建立起这些配置。比如说我今天是想要打造一个攀岩体能顾问，然后帮我安排饮食跟训练计划。接下来就按照你的需求，然后给你一些建议。比如说他建议一下这个名字是这样，可以吗？好，我们可以。
接下来它下一个步骤通常是会生成一个代表的图片。然后一样会让你确认这个图片可不可以。好，如果你确定图片可以的话，你就跟他讲可以；如果不行，你就再继续修改也没有问题。好，这样就完成了基本的配置。你可以看一下右边配置这边，这是它配置进来的相关指令。你可以在这里看一下这边呢是不是符合你的需求。如果有哪一个部分你想要做调整，你可以直接在配置里面这边去做比较细微的调整，或是增加一些内容。然后在这边有一些对话启动器，比如说我们可以用它这个对话来试一下预览，帮我设计1周的攀岩饮食计划。后面呢可以再多增加一些资讯，比如说42岁173公分73公斤体脂15%。好，我们把它送出。好，它这边呢就有一些相关的再继续询问你。好，你可以按照它回答，那基本上就没有问题啦。你就可以确认一下 OK 的话，右上角可以点击建立。然后这边呢你可以看你要把你的 GPT 工具呢是要分享出去，或者是呢只要有连结的任何人都可以使用。比如说我们可以拥有连结的任何人，把它储存。好，这边就产生出了你自己的 ChatGPT 的工具。好，有没有？这边就出现了你自己刚刚定制的那个内容，就有点类似专案这个功能的感觉。你是先做好相关的指令给他，你只要开启它，就可以直接来针对你的需求询问，它就会直接给你建议以及内容。当然这一类的工具呢，如果再深度一点的话，还可以结合更多东西。不过像这样的做法是比较初步一点啦。那如果大家想要更深入的去制作，其实你可以透过跟 ChatGPT 的讨论，然后来帮你更深度的制作出你想要的这个工具以及内容哦。看完上面的介绍，大家还是只会用图像还有资料整理吗？接下来就看大家怎么再去更活用 ChatGPT 吧。今天的影片我们就分享到这边啦。如果喜欢这支影片，别忘了订阅、分享、按赞、开启小铃铛。那我是阿汤，下次影片见，拜拜。